大家好，我是大伟。鼻炎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咱们现在有鼻炎的人非常的多，无论是小孩、成人还是老年人，你会发现，只要一到换季期，或者是自身的免疫能力一下降，这个鼻子上面的问题一下子就蹦出来了。鼻炎呢，它不仅仅会出现于鼻子堵塞，很多人的认知只是感觉鼻子堵痒流水它不仅仅是于此它还会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我简单给大家归纳一下，你记住五官当中鼻子居首。鼻子上面堵了、流水了，首先第一个看哪里呢？看眼睛。有的人连着眼睛就怎么样，会流泪。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只要鼻子不通了，眼睛也会感觉不舒服。同时呢，长期被鼻炎所困扰着，小孩也好，成年人也好，这个地方会有一条非常深、非常黑的一条沟，而且看起来以后特别明显。而且呢，有些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所以一旦开始有鼻炎以后他的眼睛里面还会痒非常的不舒服。嘴巴也是一样的嘴巴当中会怎么样呢？你看你要知道鼻炎鼻子不通了，那么我们睡觉的时候必然会用到嘴巴去呼吸，嘴巴一呼吸的时候不可能闭着吧，要张着，张口呼吸是睡觉当中的大忌。为什么？因为你嘴巴只要一张着，小孩子呢会影响到面容，成年人呢会影响到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以及你去看一下你的很多打鼾，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因为你在用嘴巴呼吸。很多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夜起来个4次5次，或者呢就起来了以后就睡不着了，极大的影响到睡眠。而且鼻子这里只要不通了，长期下来你的耳朵也会受影响，比如里面嗡嗡响或者里面总是感觉痒难受有的人说耳朵里面上火了，等等等等。鼻子不好，它不简简单单是鼻子不好，但是我们在整个规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鼻炎，它其实呢，它对于环境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说，它是有说法的，并不是毫无说法，没有规律可言。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理清楚，你们听明白了以后就会避免很多这个鼻炎的发生，而且即便是有了，也不会出现很难受的感觉。那么咱们首先先想一下免疫力，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鼻炎是很容易出来的，甚至有的时候鼻炎就是一个晴雨表，就是你自身还没有开始生病，但是你的鼻子的鼻炎先复发，那么对不起，你先要注意一下，你是否在最近敢摸摸你的这个淋巴，摸摸你的脖子，摸摸你的耳后，是不是有淋巴出来了？如果有的话，那你很可能就要生病了。所以免疫能力一弱，你的鼻子上面的抵抗力就弱了。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呼吸在空气当中的粉尘也好，病毒也好，这些东西吸附在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都会对于我们的鼻子带来很大的负荷，导致鼻炎的发生。所以免疫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咱们有很多人在鼻炎当中只是没事喷一喷，这样是完全不够的。你一定要记住，要提升自身的免疫能力。只要你的免疫能力能达到一个及格线，那么你的鼻炎复发的次数将会降低很多，这是一方面。那么我们的免疫能力怎么去做呢？一方面就是饮食上面规律，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平常可以的话，适当的去运动。然后呢，还有在鼻子上面有个单独的免疫能力去调节，怎么去做？非常简单咱们记住4个手指就行，2个手指在这儿，你看这叫黄蜂入洞，2个手指就行，鼻孔下方每天转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做，也可以在每天没事中午的时候去做50下，就在我们的鼻孔下方这样去转50下，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2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的2个手指紧贴着我们的鼻翼两侧，从这里把它贴下来。你看，手可以这么放，也可以这么放，都可以你看你怎么顺手怎么来，贴着我们的鼻翼两侧，这里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点，我们叫做迎香你看，把手放在这儿以后，怎么样转？慢慢的转。你其实单边做的时候，边转边吸气，转的时候吸气。你会发现这个转完以后酸溜溜的，但是气吸起来以后感觉凉飕飕的，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把它慢慢的转开，转开以后转个50下以后，你再呼吸一下，你会发现气进的更轻松了。这就是咱们讲的
这个鼻子周围的4个点，每天坚持做一做，对于我们的鼻子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感觉鼻子确确实实的已经出来了比如说痒堵不舒服怎么办？在我们的眉心这里，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捏住这里把它捏住，捏住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往外提，看从侧面看，往外这么提着保持个10秒钟，然后慢慢的松开来，你自己做一做。做完以后，你再吸一口气，我们做个3下左右，你再吸一口气，会发现不一样。就这么提着10秒钟，然后把它松开，再提住10秒钟，再松开，如此反复3次，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鼻子这里这个动作你可以每天都做。然后呢，我们的自身的免疫能力也要去持续的加强。这个呢，就是从本上面来说的。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什么？很多人对鼻炎他认为他就是里面堵了、痒了、难受了，他就喷一喷，这样其实意义不大。你记住了，日常当中我们鼻炎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空气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附着在黏膜上，我们所谓流水也好，所谓痒也好，都是想要把这些附着在上面的黏膜上面的这些东西给它冲刷下去。所以当我们鼻子难受的时候，你要去从根上面去解决的话，也要去把我们里面内部清洗一下。你不能光靠我们里面启动这个水把它往下去冲。这些水很多人感觉难受，其实它只是启动了一定的防御机制。我们自己呢，你可以在网上去买那个生理性原水，或者是自己搞一些这个纯净水，然后里面加上一些盐，撒上一些盐就行，搅拌一下，拿一个棉签从里面这么卷着往上，再往下，把里面的灰的脏的东西把它洗出来，然后再把这里从上往下洗出来。洗完以后，你记住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拿一个吹风机逐渐对着里面，从下往上，把这个吹风机就是对着这个风口对着鼻孔这么去吹，热风往里面吹，然后你吸气。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里面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堡垒巩固起来。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试一试，试完以后非常不错。那么总结一下2个方法，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揉4点，你看这个地方2个点，这个地方2个点，把它揉开。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去洗鼻子，洗完以后用吹风机吹一吹。当你满足了如下几点以后，在季节交换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小口罩要戴起来，因为我们戴口罩是减少我们的鼻腔黏膜和粉尘的直接接触，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给我们的黏膜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综合以上的方法，你才能做到慢慢的去把我们的免疫力也好，我们的整个竖起的防御力也好，还是我们对外界的隔绝也好，才能从根本的3合1把它解决掉。所以鼻炎不好的朋友们，你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家里面有小孩子也是一样，给他去揉，揉完以后让他每天去洗一洗，而且这个洗的频率不要过高，一般1天1次到2次就可以了。你可以洗个1到2天，休息个2天，免疫力好的时候，自己感觉好的时候，暂时可以不用去洗，或者隔个2、3天洗一次。免疫力开始弱了以后，你就开始可以每天去洗，因为我们的黏膜在洗的时候要温柔，也不能把它破坏掉。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这些都是干货的知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有一个动作非常的火，叫做鳄鱼爬行，特别是在公园里面，很多50、60的一些中老年人就开始每天在这儿爬。这个动作是干嘛用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锻炼我们的腰部，锻炼我们的背部的。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但是有的人盲目跟风，非常的不好。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拍过一期视频，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动作。但是我在视频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人他没有一定的基础，核心力量也不够，练着练着就把这个腰反而练伤了。那么在这里呢，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自己腰不好，我坐骨呢也这个神经也有一些不好，对不对？我这个腰背总是感觉不是那么的正。没有关系，你记好，今天这个视频给你一个答案，我教你一个比鳄鱼爬行还要牛的动作，这个动作叫做壁虎爬墙。这个动作就非常厉害你跟着我，马上跟着我去做。你们把手机放下来，我站着，你们也站着，跟着我一起去做这个动作，把这个动作学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动作，我们是小孩子也能做，老人也能做，谁都能做。好了，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一个有用2个字，咱们把动作分享给大家。那么壁虎爬墙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非常的简单，大家看我演示我们首先把我的左腿抬起来就这么抬腿，右手往上去撑往上去撑，然后呢换右手
啊，左右轮流的，你手不一定非要撑上去啊，你就这么上去就行了啊。你看，就1、2、3、4，慢慢的，你要如果手愿意往上一点，就往上一点，就这么去做。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模样，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咱们就要开始左右去拉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看，把你的手完全上去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成了一个对角的一个伸展。对于我们整个后背一些地方比较紧的位置，你们可以看，我们的整个腰背部都是带着动的。我们甚至手都不用做，我们就单纯的把手，你看放在我们的后背，你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臀部，你把你的腿向外去抬，就这么去抬，你去感受一下，你的腰背部都在发力。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为什么叫做壁虎爬墙呢？我们做的时候要面对着一堵墙。你看我现在啊，就做的时候，真正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对着墙，这样慢慢的来，慢慢的做。我们自己对着墙以后，才能纠正很多不好的地方。打个比方来说，咱们有很多人啊，他这个腿啊打不开。我们说腿一定要平着打开，有很多人打不开，他腿是这样的啊，腿这样去抬的话，有没有用呢？你如果是对着墙，你很显然这个地方，比如是一个墙，打个比方啊，我拉个板凳过来，这个板凳假设是个墙，我腿能往前吗？我往不了前了，我只能顺着这个墙的方向往上抬，那无形之中就怎么样，给你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纠正线，对不对？那么我的手也一样，我们长期很多人他背是驼着的。啊，如果说你在往前呢，我说往上去推，有很多朋友推着推着就往前推了。那如果这里是一堵墙的话，他只能顺着这个墙往上去走，那么无形之中怎么样，就把你原来练不到的地方给它强化了。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正确去做啊。假设我前面是一堵墙，我们是对着墙这样来回的去做的，做着做着你会发现你的腰背啊，可能做着很多朋友嘎啦嘎啦响，为什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已经修正了你原来不好的地方。所以腰背不好的人，你面对着墙，大概保持一个10到20厘米啊，稍微的保持一些。然后呢，我们把手就这么放在墙上，来回的就这么去做就行了。这叫做壁虎爬墙。这个动作不仅对腰部很好，而且呢，你在练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能锻炼得到。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负担，而且非常的安全。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啊好的，你一定要记得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次呢，我这个空间太小了，下次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然后找一堵墙，我用这个墙练着给大家去看。感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个关于男性的话题。主题就是如何让你变得更强，时间变得更长，你的硬度变得更好，还有你的快感变得更猛烈。其实这个话题啊就比较露骨了，但是咱们还是得说，因为男人呢，他到了30岁以后啊，他就是一个分水岭。30岁之前，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啊各方面都不错。只要但凡过了30岁以后，我们的整体的状态开始慢慢的往下走这个下坡路，30、40、50各不相同。我经常给大家去说啊，我们把手掌伸出来，你就能看出区别。你比如说20岁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啊，它这个是直接能贴着我们的肚脐的这种角度。那么30岁的时候，角度就会变成这样；40岁的是变成这样；50岁的是变成这样；60岁的是变成这样。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很多人他往后他跨越了10岁到20岁，什么概念呢？明明才40岁，他到了60岁的状态；明明才30岁，到了50岁的状态。啊，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一定要重视了。有很多朋友他是明显的发现啊，自己要不然时间变短了，要不然早上起来的时候这种坚挺的程度明显的变弱了，或者甚至没有了。有的朋友啊，持续的啊，这个上厕所出现，哎，他这个尿的不是很远，而是就滴在脚的旁边附近。这个说明什么？这个都说明呢，我们缺少一个东西，叫做精。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啊，他区别非常的大。同样是男人，有的人7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怎么样？还能够结婚生子啊。有的人啊，40岁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力不从心。这个其中的差别就一个字，叫做精啊。精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叫人有三宝。精气神啊，那么其实反过来念应该是这样的啊，神是在这儿的。如果你的神不足，则不睡啊。其实说白了，神如果不足就会失眠。气是在这儿，肚脐这个附近。
气如果不足则无力，身上没力气。精是在这儿往下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打生殖的。精如果不足则无子，所以呢，这个精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很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用的太多，而现在的呢，他养的又很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点。那这用的太多和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个同房啊可能不一样，并不是说你同房就是用的多，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在这儿，你的神这里用的也多，伤神了，晚上睡不好，压力大了。这个经常焦虑，它都会有影响，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同时呢，你比如说干体力活的人，白天干得非常的累晚上你还要夜夜笙歌，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身体它会自动平衡。当你白天过度累了以后，你这个精也上不来。所以呢，怎么去养这个精就很重要。只要精它一充足，你会发现你明明已经50、60了，依然能够像20、30一样这么坚挺这么强壮。怎么去做到？这个精怎么去养？那么接下来我教大家一些方法，你们去做。这些方法在以前当中叫做这个房中术，也是一种禁术。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么多讲究了，分享给大家。一个呢是吃很重要。吃的话简单过一过像牡蛎含有锌的东西、高蛋白的东西，一定要去多吃。而且咱们记住了，光吃没有用，吃进去的东西你要通过炼化才能成为精。怎么去炼化？就要去做动作，动作靠什么？动作靠夹腿。你会发现很多日本的一些男明星，大家明白的，我们叫做男优。这些男明星他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叫练腿，完全打破了这种说我练1天休3天的这种规律。他几乎每天都练，就算不练，他也会做什么？去夹腿。我们说练腿当中有个核心，就是一个男人的主题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大腿内侧肌肉。这个地方如果足够强壮了，你的它的命根子也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坚挺起来。所以夹腿它远远大于深蹲。我们很多人练深蹲练到后面，他自己的筋没有练上来，反而把膝盖练伤了，这样就不好了。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大家一起跟着我来练起来。这个练法非常简单，我们需要准备一本稍微厚一点的书，把它放在我们的两腿中间，然后让我们的腿来回去击打这个书，就这样快速的击打。多少下？做上100下。做完以后，你可能有感觉，也有可能很多朋友做完发热，这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穴道，我们就这样去撞击它，来来回回做上一个50下到100下。这个过程当中比较的长，我就不带着大家做了，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做完以后，这里酸酸的、出汗了、发热了就行。做完了100下以后，把我们的腿夹紧这个书，这个书一定要夹紧。夹紧了以后呢，你看好，我们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保持住3到5分钟，不断的往内去夹，我们手往上去拧着这个书，不让这个书出来。如果你去夹完以后，你一拧这个书出来了，那你的腿上内侧的肌肉就没有得到一个强化。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夹住这个书，把人坐直，腹部向内收紧，小腹上提，然后腿一夹，手往上持续的发力去拧着它。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你要想让这个书不出来，你的腿会要夹得非常的紧，不断的夹紧的感觉就不断的开始刺激里面，我们就开始要不断的往上提，持续30秒到1分钟，不能让书出来。手上的力不用很大，你别暴力的这么拉这么拉你肯定是夹不住，一点一点的往上来。今天你用上一个3分力，明天用上4分力，后天用上5分力，随之而来的里面就会越来越紧。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动作的要点我们的小腹要向内收，我手是一直要向上提的，小腹向内收，整个人坐直就这么往上来，这么夹着，这个里面会非常的酸，忍住30秒到1分钟，每天坚持做个2到3组做完了以后把腿放开，放开了以后把我们的腿这么往外这么拉一拉，这么拉一拉，放松放松，简单放松放松。好了，这一套动作就做完了，如此反复做上一个3组。每天坚持去练3到7天左右，你会发现里面就开始已经不一样了。好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你记住男人不能百日无姜这句话是老古话了。那么这个姜是一个好东西，怎么去用？有2种方法，一种呢是食用，我们怎么去吃呢？光吃不行，你把这个生姜泡在醋里面泡一段时间，用醋泡着姜去怎么样去吃，或者每天呢用生姜煮水去喝
啊，但是不要晚上喝啊，晚上喝生姜啊赛过砒霜，所以呢白天去喝，这是一个方法啊。但是我更推荐的是另一个方法是什么？把生姜去挤一点水，把这个水贴在哪里呢？把这个水放在我们的后面，这个地方有个巴掌大的地方叫八髎，就在我们的尾巴骨这里啊，三角形的八髎有8个孔，这个八髎非常重要。里面穿行的是什么？里面穿行的就是负责我们整个生殖的一个叫小神小经的。我们把这个生姜贴片贴在八髎上，大概贴上一个3到5分钟，上面会发红。借着这个红的力量，把手搓热，然后把我们的整个巴掌放在我们的后面，上下去搓。啊，这个生姜拿掉了以后，上下像我这样去搓，每天做上1次，这种你做着后面前面就会有感觉。啊，非常好，这个动作3位一体。你看，我们先从吃的上面给大家讲明白了啊，简简单单的关于这个锌要去多去补充。这是什么？这是你进去的这些原石。原石的话，你要去炼化成精，就需要靠什么？靠锻炼。夹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方法，你每天去做，做完以后晚上的时候，把我们的生姜贴在我们的八髎上去搓啊，贴上3分钟以后就这么去搓，把八髎搓开，这样就行了。3个点，你只要每个点都做到，你会发现，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状态又重新回到怎么样，往上升级到20岁到30岁啊这种状态。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这种状态的话，你会往上升级啊，这种感觉就非常棒了。而且很多朋友是通过这个动作，他感受到了以后，他发了这个反馈啊，就感谢。其实呢，没有必要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我分享的动作能够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大伟也会非常的开心。大家只需要帮大伟一个小忙，把咱们下面的关注和我们的视频当中的赞点一下，同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啊，收藏下来，转发可能就不好了啊，你自己收藏下来，自己记不得了，自己看一看就行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